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？用最无辜的表情，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现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？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Madam， 过来看一下。Madam， 我们找到一些手术的器具。医生，你好像很喜欢蝎子。因为我是天蝎座的。哎，你也有看星座的？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期很迷星座。哎，那你猜我是什么星座的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白羊座的。哇，你真的很厉害！你怎么看得出来的啊？对了，吕警官，你刚才说想要问我有关于郑维的事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我们想多了解关于你男朋友的事。其实他不是我男朋友。你们分手了吗？其实我跟郑维一直以来都是好朋友的关系，是我要他冒认我男朋友，帮我挡开那些追求者。你们在查他？我们警方怀疑他跟2宗命案可能有关系。他怎么会跟命案有关呢？我们只是猜测而已，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关于他的资料。所有跟他有关的事情，我们都想知道。不如你就先从他的背景开始吧。郑维从小父母就离婚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在一个没有关爱的家庭环境下长大，一直到中学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在数理方面是非常有天分的。那你是怎么知道他对这方面有天分呢？我看过他计算复杂的函数，他在短时间内可以经过心算就把答案写出来，可是他却没有办法把计算过程写出来，这样考试是不行的。后来他就逼自己把计算过程写出来，可是这样子学业反而退步了。久而久之，他自信心就受到打击，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话老是结结巴巴的。后来他努力地考上医学院，可是却没有办法配合学校的制度，半年后就被学校开除了。之后他就放弃医学系。其实他在外科手术上是很有天分的，可惜他现在只是医院里的医务人员。请问他在医院里是负责什么工作的？目前是医药部的药剂师助理。那他会不会常常接触 formalin？ 哎，怎么了？其实我曾经为了帮助他建立信心，经常让他在医学院里解剖尸体，并教导他学习动手术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身上都有 formalin 的味道。原来林正维才是跟踪陈祥忠的人。当时开除林正伟的人是不是陈教授？难道他真的是凶手？可是他为什么要杀志阳？他杀胡志阳，或许是为了你。不可能，郑维不可能杀人的。
不可能。不要说欧医生不相信，就连我也不觉得那个林正维看起来像个凶手。杀人犯是没有样子给你看的，我总觉得他的杀人动机不是很明确。他杀了陈祥忠是为了要证明他是个手术天才，杀死了胡志阳却是要保护欧芬妮。是谁都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欧芬妮，可是欧芬妮却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李警官，他没在家，不过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了不少证物，凶器也可能在里面。你那边呢？根据欧芬妮给的资料，林正伟9成是凶手。我知道，不过我还是安排了人手在他家四周埋伏。回去警局再跟你说吧。怎么样，抓到他了吗？没有，走吧。你又在干什么？他不在家里，肯定是来了这里啊。又是你的直觉啊？不是，是嗅觉。是他。应该是游民。在左边。那我们分头找吧。喂，等住！等住！有杀气。你要出来还是我进去？好，我出来。Your calling is currently unavailable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Thank you. 喂。在你家里搜出的手术刀已经被证实是杀人凶器，还有这2片脚趾甲也证实是属于陈祥忠和胡志阳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我杀的。在逮捕你的时候，我们一名警探失了踪，你知不知道他下落？是不是你同伴把他拐走了？同伴？这2宗命案根本不可能是你所策划的，在背后帮助你的是不是手术狂魔？被他说中了，你果然猜到了。你认识他？我没有见过他。你说谎！他到底是谁？你快说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伊莎贝，冷静一点。
你真的不知道他当时在场？好，那你说，为什么要杀人？没有人相信我，我有当医生的天分。可是你却用手术狂魔的手法来杀人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是故意这么做的，才能显出我有天分。什么？因为我和手术狂魔都是被人歧视、被人遗弃，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帮我的原因。好，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接触手术狂魔的？通过一个网站，当时我只是想发泄情绪，在论坛里写了一篇文章。Blade 是创立网站的人，他告诉我，他认识手术狂魔。你不要杀我！你不要杀我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你不要杀我！看了这个短片，我知道那不是假造的。当时我无法相信，我竟然可以看到他杀人。他是怎么教导你杀人的？我听从他的指示，在命案现场装上连线的摄像机，听他的教导，听从他的指示杀人。可是我没有见过他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他把你第二次杀人的过程公开在网络上？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亏你这么崇拜他，他却利用你来杀人，最后还让你承担所有的罪名。不是我自愿的，所以你才收集那2名死者的脚趾甲，当成你的战利品，对不对？是我偷做的，我只是想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号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证明自己是天才，为什么选择杀害自己认识的人？这样很容易被抓的。手术狂魔没有教你吗？我杀陈祥忠是因为恨他把我开除，害我当不了医生。胡志阳呢？你根本没必要杀他。他迟早会伤害芬妮的，所以好。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谁告诉你那手术狂魔的网站？没有人告诉我，是我无意中看到的。我怀疑林正维的杀人动机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单纯。怎么说？暂时没有头绪。不过那个主动联络林正维，代号叫 Blade 的人，应该就是手术狂魔，而且那个网站可能就是他自己创立的。这个家伙不但喜欢炫耀自己，还真的很自恋啊！我想查看林正维的电脑，应该会有更多的线索。那是重要的证物，不能让你带走。我只把他电脑的资料抄下来，这总可以了吧？干嘛？你是真的不担心你属下的安危啊？反正都不知道怎么找到他，担心有什么用啊？你是真的冷血无情，还是假装不担心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什么？小猪被手术狂魔抓走了？Sir，你肯定是他啦！我们已经确定，在背后指导林正维杀人的就是他，除了他没有别人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怎么去救小猪？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
当然。啊！等什么？等他被杀？除了等之外，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？如果手术狂魔真的要杀小猪的话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。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担心的？既然知道无能为力，何必花心思去担心呢？不行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会去救小猪。你知道去哪里救他没？不要这样冲动啦！哎，我不管，总之我会去救小猪。大力之，这个傻瓜啊，一个紧张过头，一个冷静过头。哎，算了，我不管了啦。你好像很喜欢蝎子，因为我是天蝎座的。伊莎贝，我有些发现。医院那边说他今天没有去上班，也没有请假，电话也联络不上，希望他在家。欧芬妮，打斗的痕迹只限于房内，电视还开着。看来对方是在欧芬妮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进来，把她抓走的。手术狂魔，有可能。他为什么要抓欧芬妮？他的动机我还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我这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林正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欧芬妮。可是欧芬妮没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啊！我怀疑他之前的口供都是在撒谎，他隐瞒了最关键的事情。喂，于警官，久违了。手术狂魔，真的好久没有听别人这么称呼我了。还好吧，在档案部门工作很轻松，是吗？废话少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要这么冷淡，我们也算是老朋友，应该去叙旧。难道你不想知道，在这5年内我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鬼鬼祟祟的算什么？原来伊莎贝警官也在，很抱歉，刚才没有跟你打招呼。我没有兴致跟你玩游戏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快点说。于警官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主控权在我手上，你应该耐心一点，不要再用指令口气对我说话。你不想说，那算了。干嘛？于警官，不用那么急躁。你不要再激怒他了。我就是要激怒他，要不然废话一大堆。你仔在挂断我的电话，我马上就把他们杀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谈了。真是这，没想到被你激怒了。于警官，难道你不担心欧芬妮还有你属下的生命安危吗？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救他们？只要你在60分钟内找到我们，他们就会没事。否则，当年你搭档被杀死的情景，会一模一样的呈现在你面前。保证让你好好的重温一次。你一点提示都不给，你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公平，你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吧。提示已经给了，如果我没有高估你的话，你应该可以找到。你的搭档才23岁，他应该不想死。游戏开始 ，Good luck。这样怎么找？提示。他说提示已经给了。我们刚才对话说了什么？手术狂魔的话可以相信吗？应该可以。他是想跟我们玩游戏。
情关是你吗？我双手被绑住，双脚被麻痹了，完全没有办法行动啊！都醒来了。你是谁啊？你真的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捉我来这里啊？你一定没想到，林正维竟然透过这个网站找到真正的手术狂魔。你真的是手术狂魔？很抱歉，不能让你看到我的真面目，要不然一定要把你杀了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真正模仿你手术杀人的是林正伟，不是我啊！正维明知道你在利用他，但是他还是心甘情愿的为你做任何事。没想到你竟然没有感恩的心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既然可以想到那么好的杀人方法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真的不关我的事，这些都是正伟做的，我没有叫他这样做，请你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。你以为可以置身事外吗？我求求你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相信我？你才肯放过我？你放过我？你放过我？我要你像正伟一样，依照我的方法杀人。只要这是你亲手做，那就证明你愿意承担一切。我不能杀人的，我不能杀人的，我不能杀人，我不能够杀人的。我能做你的手术助手，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。可以开始了。先从腹部开始。说，你到底要做些什么才救得了他们？他说，如果在60分钟内找到他们，他们就会没事；否则，当年小狗的情形将会一模一样的呈现在我面前，让我好好的重温。我已经叫阿柱追查他从哪里打来，希望能查得出来。小狗当年的情景，一模一样呈现在我面前。怎么样一模一样呈现在我面前？一样的地方。一样的地方。走，到5年前他最后一次杀人的地方。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你炸死我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你不想成为，如果你不想他牺牲都没有价值的话，你更加不应该杀我的。你不应该杀我。我在郑伟身上看到的是伟大的爱情，但你的身上
我看到的是人性中最自私、最贪婪的一面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郑伟，我知道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躺那么久。小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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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你说过你不会这么容易死啊！你醒醒了，小朱！你说过你不会违誓了，小朱！林正维是杀人凶手，可是他的杀人动机没有说服力。可是你觉得有足够的理由要杀死陈祥忠还有胡志阳？因为在6个月前犯错的人不是陈祥忠，而是你，对不对？欧医生，是时候说实话了。我付出那么多年的努力和时间，就是为了要在30岁之前当上教授。我不可以为了一个小错误，就这样摧毁我所建立的一切。你帮别人做的诊断，为什么会出差错？你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呢？我当时忙着赶论文，才会一时大意的。我知道升任教授的事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可是病人的生命更加的重要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你应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一起去跟病人的家属道歉，希望他们能够原谅。不行，你不可以公开这件事的。为什么？万一病人的家属追究责任的话，我会被控告的，那肯定会受到医学院的处分，甚至被取消执照。我会帮你求情的。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公开这件事好不好？你忍心看到我的前途就这样被毁掉吗？后来，这样以为是老师犯的错，就一直追查这件事。老师为了帮我隐瞒真相，就把他调出手术部门。陈教授帮你隐瞒了那么久，一定不简单。
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事，使得他继续帮你隐瞒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老师对我有情意。为了不让他公开这件事，尽管是这样，老师还是无法抹杀良知，总是劝我去坦诚认错。终于在他死去的前1个星期，我们发生了一场大冲突。好啊，你要公开这件事，对吗？那我就跟所有人说，你假公济私，你让学生跟你上床。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为了权力牺牲了这么多，甚至抛开良知，值得吗？我努力了那么久，只差一点点就达成目标了。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成全我？我不能再让你这样下去。老师，你真的忍心摧毁你最爱的学生吗？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样做，我不想你身败名裂。不想再谈这件事情，你不要逼我。你不要这样，老师。老师，老师。你知道陈教授总有一天会把事情公开，所以你一早就决定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在他死前的1个月，我无意中接触到手术狂魔的网站，才会动起杀人的念头。你当然不会亲手杀人，所以才利用林正维帮你做这件事。为了迫使郑维帮我，我还假意要自杀。你干什么你啊？故意让郑维接触手术狂魔这个网站，并且暗示他，如果他用手术狂魔的手法杀人的话，同时就可以转移警方的视线。可是你没想到，他竟然接触到了正牌的手术狂魔。其实，在整个计划中，我并没有把握让他为我杀人，可是他真的做了。他也不让我知道他做了什么，所以我不知道真正的手术狂魔参与其中。你要林正维去杀陈祥忠还不够，竟然还教唆他去杀胡志阳，这也太狠了吧！我没有叫他杀胡志阳，他是为了保护我，所以他才这样做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林正维为了你，可以牺牲一切，可是你却引导我们认为他是凶手，让他承担所有的罪名。欧芬妮，你的自私和无情，真的令我大开眼界。郑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最真诚、真正爱过我的人。我最后悔的，就是我伤害了他。我真的对不起郑维，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。小猪，哦，你们来接我出院啦？哇，你把医院当成是自己的家。哎呀，我要这样子啊，才睡得着吗？
你觉得怎样？真的可以出院了吗？我没事，只是割盲肠呀。没想到那个手术观摩只割您的盲肠，你呀真的很命大。我想我一定是长得太可爱了，所以他不忍心下手啊。对，你的确很可爱。不过，这好像有点说不通吧？哎呀，我们怎么可能了解杀人魔的想法？管他通不通，最重要小猪没事就好。没错。对。哎，你又要送礼物给我啊？哦，这个不是我送的，是色。老姑婆怎么可能会送礼物给我呢？钟，真的是钟啊！他干嘛给我送钟啊？小猪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带他去海边，带他去玩电子游戏，再带他去泡喝酒啊。你为什么带他到处去玩？难道你……哦，你们在搞地下情？对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老姑婆？对了，她为什么没有来？为什么没有来接我？她很忙咩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大力志说你每个月的17号都会来这里吃午餐的。哎，看起来好像还蛮好吃的。不过你一个人吃不会寂寞吗？一点都不会。谢谢你送我的闹钟啊。如果你英勇殉职的话，我也是会给你送钟的。好啦，不要再装酷啦。世人都知道，其实你是关心我的。自作多情。我好像听说有人在我昏迷的时候，一直在我旁边说：“小猪，你不是说你没有那么容易死的吗？你快点醒来，你不要死啊！”哎，很肉麻哦。你真的很多嘴啊！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明明是关心人，又装作一副冷漠；明明是内疚，又嘴硬不承认。你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里，难道你不难受啊？你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吃一顿午餐呢？你知道伊斯贝尔为什么会生你的气吗？就因为你连最简单的3个字都不会说。是吗？哪3个字啊？那你又知不知道，这3个字啊，不管多大的误会，都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的。哎，你不要告诉我，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是哪3个字啊？我知道啊。给我滚！大雄，为什么你不愿意说那3个字 ？Member？ No。17.9块。少1毛，谢谢。我只要你说那3个字，真的有这么难吗 ？Member？ Oh no。很可惜，这次又让手术狂魔逃脱了。这次虽然抓不到他，但是我有信心，他迟早会落网的。不要在小狗面前空口说白话。我保证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。手术狂魔根本就是一个不堪寂寞的人。我真的很希望能够为小狗讨回一个公道。其实，小狗临死前留下了一条讯息。这是5年前案发现场的情景，小狗临死前指着墙壁上的海报。那会不会是跟这2名女子有关？我查过了，
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小果是个称职的好警员，他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就是为了要给我留下线索。可是到现在，我还猜不到他想说什么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小果说3个字，不过对他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什么3个字？对不起。就算你不原谅我，我还是要说对不起。这些年来，我等的就是你这3个字。你终于说出来了。你太激动了吧？抱歉。没关系。对了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总部派我到外国进修，需要1年的时间。我明天就走了。哦。接下来会有阿朱暂时代替我的职务。哦。你没有其他的话要跟我说吗？一路顺风。你跟以前一样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一块大木头。好了，你保重。保重。拜拜。拜。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。就算是最平凡场景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？用最无辜的表情。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